为了锻炼身体，67岁男子每天坚持走1到2万步，最后怎么样了？最近67岁的韩大爷跟几个老伙计都喜欢上了走路健身。在韩大爷看来，这种锻炼方式不仅能让腿部肌肉变得发达，而且还能让身体素质提高不少。但没想到坚持一段时间后，韩大爷发觉他走路时候关节时不时有疼痛的情况，并且心脏也出现了不适。韩大爷急忙叫家人送他去医院看病。医生得知韩大爷走路是有步数要求的，每天都要比前一天多走几步。这段时间，韩大爷都已经达到了每天2万步的目标。谁想这2万步还没有坚持几天，韩大爷就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。医生告诉韩大爷，他的关节出现了严重的磨损，以及心脏的不适都是走路引起的，让他以后走路锻炼要注意降低步数，适当锻炼就行。其实生活中和韩大爷一样情况的人群不在少数。尽管走路是一种简单方便的锻炼方式，但是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，还是要注意把握走路的频率和时间，不要过度走路，不然可能会像韩大爷一样得不偿失。但是过度走路锻炼具体会对我们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后果呢？一、走路步数过多会引起哪3种后果？人一旦上了年纪之后，时常会觉得腿部没有力气，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。这时候很多中老年人都会选择走路健身，不仅能锻炼腿部肌肉，还能强身健体。不过随着走路的时间增长，引发的问题也渐渐显现出来。关于这3个后果，下面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。一、关节问题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过量的走路锻炼会对人体内膝关节产生很大的不良影响。例如，膝关节作为承担人体重量最大的关节之一，长期过度走路就会增加膝关节的负担，损伤膝关节中的股四头肌肉群，从而使肌肉中的乳酸不能正常代谢，让膝关节出现持续的酸疼。并且每日走路2万步，还会使膝关节骨骼不断受到外力刺激，增生蜕变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，进而可能引起膝关节骨性关节炎，同时还伴随体内关节间隙狭窄。最重要的是，一旦走路时间变长，出现关节的疼痛以后，不加以重视，还会导致关节的变形。对于一些本身就存在关节问题的中老年人来说，尽管走路步数保持在1万步左右，这种行为也会造成关节积液，一旦积液增多，引起关节周围的滑膜反复受到摩擦挤压，局部皮肤温度升高，导致身体关节功能障碍。二、心血管问题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中老年人也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患病人群。每天坚持走1万步甚至2万步的中老年人，在走完之后，通常会感觉心跳剧烈，呼吸加速，有时候还会出现呼吸不畅的情况，引起窒息。如果中老年人再有一些基础的心血管疾病，很可能会因为过量走路引起体内肾上腺激素增高，这个时候就会容易出现心律失常，诱发猝死。尤其是秋冬季节，气温变化大，人的血压会出现波动。患有3高疾病的中老年人，每日走路锻炼，如果没有做好防护措施，不戴帽子的话，脑部血管在寒冷天气下容易受到刺激，导致脑出血的发生，并且每日走路步数过多，还会引起体循环障碍、血管静脉压升高等现象。多数中老年人会因此觉得手部或者其他部位有肿胀的感觉，甚至还伴随胸闷、气短的出现。所以每日走2万步的中老年人，还是要适当减量，把握好走路的度，才能降低走路可能出现的后果，身体才能维持健康水平。三、脚部问题。中老年人因为年纪增长以后，脚部会发生退行性改变，脚底板的皮肤肌肉变软，脚部皮下脂肪变薄，所以每日行走1万步或者2万步，很容易引起脚部的疼痛。不仅如此，每天走路数量多，还会导致中老年人脚部疾病的出现。比如身体虚弱的中老年人，经常通过走路来增强身体素质，会让维持脚弓的韧带逐渐松弛，没办法保持脚弓的形状，使脚部的指骨下陷，脚底板肌肉出现疲劳，从而引起指骨病。并且每日走1万步到2万步的中老年人，脚部跟腱会出现劳损，以及指腱膜弹性变差，功能降低。时间一长会导致腱膜炎和跟腱周围炎疾病的发生。还有一些老年人本身脚跟骨就有骨刺，
在每日行走1万到2万步，就会增加脚痛的症状，严重还会导致骨刺周围的滑囊发炎。所以老年朋友们每日走路还是要量力而行，不要盲目以为走1万步或者2万步就会改善身体的健康状态。其实这种过度走路还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。那么想要走路避免这些后果的发生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你接着往下看就知道了。2. 如何健康走路？走路其实也有很大的学问在里边，不仅对走路的步数有要求，对于走路的姿势也是有要求的。所以中老年朋友们要认真了解一下了。毕竟走路是最普通的锻炼方式，走好了才能起到好的效果。首先就是走路姿势。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，平时走路并没有刻意保持身体的挺直，还是简简单单的按照平时的走路习惯。这样走路，就算走到2万步，也不一定能起到锻炼全身肌肉的效果，反而只会加重腿部的负担以及脚部的不适。因此，要想健康走路，就要先改变走路姿势。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岁数之后，会不自觉出现腰背弯曲的情况，这时候走路锻炼就要注意保持上身的直立，下巴前伸，头部抬高，正视前方，肩部自然向后放松，双手根据走路幅度顺势摆动。在长时间走路的时候，尽量保持呼吸频率的稳定，呼吸出现轻微的起伏也不要紧张，说明这个时候腹部处于轻微紧张状态，可减轻腹脏器官对腰部的负担，并且走路过程中要伸直膝盖，腰部和腿部配合发力，脚步落地要让身体重心放在脚跟部，最后到达脚尖，这样可以减轻前脚掌压力，保证身体重心的稳定。其次就是走路时间。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，太阳已经完全升起，植物也开始进行光合作用，向外释放源源不断的氧气。这时候人已经吃过早饭，体内的各个器官也开始工作运转，非常适合走路运动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人会选择晚饭后进行锻炼，但要注意的是，最佳的走路时间是在晚饭后的半小时。如果进食之后立马运动，会扰乱消化系统的循环，不利于食物的吸收消化。最后就是走路步数。有研究表明，每天走7000步就可以降低死亡的风险，并且与每天走路不足7000步的人群相比较，死亡率降低在50%到70%。所以最佳的走路步数在7000步到9999步左右。对于中老年人群来说，考虑到疾病和其他因素，走路步数就可以维持在7000步。并且每周只需要进行3天体力活动，维持身体基础运动量就行，以免造成意外。所以朋友们，并不是走路步数越高就对身体越有好处，我们要用科学的眼光看待走路，健康走路，这样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状态，也能更好的提高和增强身体的肌力和免疫力，抵抗疾病的入侵。文章总结：综上所述，每天走1万步甚至2万步的中老年朋友，不要再用步数来衡量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了，要适度走路，控制好频率还有步数，不然很大几率就会对身体造成损伤，起不到健康的效果。还有家里有老人的朋友要提醒他们了，每天走7000步就能起到很好的锻作用，长期让老人走1万步或者2万步，这是在给他们身体增加负担，属于过量运动。因此，中老年人走路运动要循序渐进，根据身体承受范围选择。走路之后有不舒服的情况，要尽快到医院就诊，防止出现其他后果。同时，希望大家都能养成健康走路的习惯，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保持良好的心态，少遭受疾病的困扰。